今天呢，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模型，叫做 Raycraft。这个模型不单单具有很高的生成图像的质量啊，并且呢，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工智能在设计领域上的一个应用的问题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和关键的指标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排行榜啊，这个排行榜的是抱抱脸上对于文生图模型的一个排行榜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在 Raycraft V3 出来之前呢，我们的 Flux 1.1 的 Pro 啊，它排名是第一的。那下边呢是我们的 Flux 的 Pro， 下边才是 Midjourney， 而我们的 SD 3.5 呢，其实排的就比较靠下了啊，大家看一下。所以说呢，大家会发现，那么这个模型呢，它整个的这个排名是非常靠前的。所以说，很多人在讲说 Raycraft 这个模型呢，已经完全成为了 Flux 和 Midjourney 的杀手。当然，这个只是我们形象的作为一个比喻啊，让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它的生成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。那么有人说了，那你这个排行榜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公信力呢？这个我们不好从主观上去评判，我们只能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啊？大家注意啊，在这个里边的话呢，我们会有一个 Image Arena 这样一个东西啊。那你如果点开它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就是说它这儿呢会有很多的图片，一般呢有2张，这2张呢是供你选择，就是说你更喜欢哪一张。那如果你喜欢哪一张的话，你就给它点一下啊，就是 Prefer。那我们可以随便点一张，然后它就会切到下一张，你看你更喜欢哪一张。那这个功能其实就是这个排行榜的依据啊，那也就是说它上面有这个提示词，是说明这个图片是用什么提示词生成的。下边呢是任意抽取的2个模型，然后呢你去选，因为这个属于盲选，你其实并不知道它背后是什么模型，所以说呢根据大家这样选的结果，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排行榜。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排行榜呢其实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，它既不是什么官方做调查出来的啊，其实就是人们这样客观的去选出来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 Raycraft 它的生成能力的确是要高于 Flux 的。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？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测试一下 Raycraft 这个模型。大家可以通过 Raycraft.ai 来进到它的官网。那这个模型呢，当然是一个线上的，它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设计的工具，而不单单是一个模型。当然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啊，让我们做设计啊，做一些有创意的想法，这个都变得非常的方便。那大家可以通过 login 啊，登到我们这个网站里边去。登录的时候呢，一般呢我们采用谷歌登录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呢我就登上去了。你注意啊，它每天大概是给50个点啊，这个是足够用的，而且是每日更新。那下边我们就看一下它怎么去用啊。大家会看到在这儿有很多示例工程啊，除了这些之外啊，像这种绿底的，像这个 Basic Mockups Remove Background， 那这个都是它的示例工程，你可以点开它去用啊。它的单项的能力呢，都会以单个示例工程的方式展示给你，告诉你它怎么去用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project。大家注意，完了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左侧呢有 create 按钮。create 的话，你可以创建是 image， 就是一张图，还是 image set 一组图，还是一些 mockup， 就是把一张图放到另外一张图上面去啊，用遮罩的这个功能。然后还有 frame 啊 ，frame 你可以认为是一帧当然我没有去详细的去区分它有什么区别啊，我们就看一下基本的功能。那比方说我们先来创建一张图片，当我们点这个图片的时候，你注意这儿有模型的选择，有 Raycraft V3 啊，还有它的一些变体。这个里边呢，你可以去选，比方说是写实的，你可以选成 Photorealism，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 V3 版本的变体。你注意，它同样是 Raycraft V3， 但是是不同方向的一个微调。那比方说我们选第一个，当然还可以选其他的啊，比方我希望选一个 illustration 啊，插画形式的也可以。那或者我选一个 vector art 就是我们说的矢量图啊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就还按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啊，就是这个写实图片来创建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你注意，一旦你选中啊，就点了 apply 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就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模型了。然后呢，这儿需要写一段提示词，这个提示词的话呢，随意去写就行。然后这个是比例啊，有1:1，16:9，
你可以去调啊，我们创建一个16:9的。然后这是几张图片，我们创建2张或者1张都可以啊，我们创建1张。然后你是不是可见啊？一般来讲的话呢，如果你不希望别人看到，你可以选成 private 啊。如果你希望别人看到，可以选成 public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用一段提示词来测试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用一下这个提示词啊，就是优美风景里边一个极具古典美的这个女孩。这个当然呢，你可以选一下类型啊，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写实类型的，可以选成别的。我这儿选的还是这个 digital art，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数字照片。那下边呢，我们把它直接粘到这个里边来，我们看一下效果啊。这样我直接粘贴。这个提示词很长啊，我不做任何修改，我们直接生成。这儿有一个倒计时，因为你是免费的啊，如果它发现它出错的话，你就重新点一下生成啊。当然你可以升级啊，升级这个花钱啊，这个你干不干你自己看啊。那现在我们看生成的这个效果，这个效果非常的棒啊，你可以通过拖动这儿来改变它的尺寸，但是它一般是约束比例的。我们后边有2个选项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成的时候的一个反向提示词啊，它叫 exclude from image。一般呢我们是不写的啊，其实就像我们用 flux 的反向提示词一样，对吧？另外呢，这儿有一个调色板啊，这个调色板呢，其实你可以改变它这个颜色。这个对于写真类的图片来讲呢，其实意义不大啊。当然你要是愿意去改也可以。可以让它基于这些颜色来生成，这个一般我们是在做一些质量图的时候可能会用的更多一些。另外它底下还有一个功能叫 adjust color，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。首先呢是一个色彩的调整啊，那你可以让它偏冷啊，也可以让它偏暖啊，这个都行，你自己去调就可以。那 reset 它就跟原来是一致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单纯调色相，色相越多它的色彩就越艳丽，对吧？那就色相。然后呢也可以调这个 brightness 啊，我们叫做明度，然后呢也可以调对比度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注意有的地方别过曝就行啊。所以说这个对于设计来讲呢是非常实用的啊。那么这是属于基础的生成功能啊。另外它后边有这个 fine tune 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成相似的，你可以呢在这个的基础上生成一个相似的图片，在这里边的话呢也可以改变这个对应的颜色。那这样我们把 beautiful woman 给它改一下啊，我们给它改成 Asian 亚洲人物啊。然后呢我们开始调整，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呢我们就调整了一个亚洲人物出来，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原来的，这是后来的啊，你看你更喜欢哪一个？如果你要是需要再改，那你继续改就可以啊。这边还有一个叫 variate， 这个其实是在改这个分辨率啊，你可以改成2:1的、16:9的啊，这个都可以，这个我就不试了，这属于基础功能里一个。另外你要注意啊，这个除了这些基础功能之外呢，在上面还有一些基本的操作，比方说这儿是个选择的工具啊，你可以是手型，手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抓手工具，跟那个 photo 里的抓手是一样的，它不会选择任何物体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如果是移动工具呢，当你选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你选中这个啊，它会把它选中这个物体的属性全部给你调出来，对吧？这儿有旋转和缩放。这个我们就不试了啊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新的功能啊，我们看它这有一个操作视频，它把一个文字放上去了，然后呢又放了一张图片，然后生成了一个海报，看起来挺漂亮。我们试一个，我们生成一个新的。这个画布的大小的话呢，你可以去调，我们还调成16:9的。那我把这个图片给它挪进来，大概调整一下位置，然后写上点文字。我们采用这个 T 工具啊。我写了一个 The Wonderful World， 当然没有任何意思啊，就是这么个东西。下面呢，我们可以 recraft 一下它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生成了一个不能叫海报啊，反正就这么一个东西。
大家会发现它会有很多的设计理念在里边。它虽然拿你的这个原始图呢当成了一个背景啊，然后这个文字呢也给你做了设计，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做很多产品设计里边其实是非常有用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Recraft 这个功能。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儿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，这个功能呢其实之前 V3 版本没有出来之前这个功能已经有了啊，这个叫 Mockup， 看是干嘛的。这儿有一个视亮图，然后呢生成了一个产品，这儿是一个茶叶啊，然后呢把这个视亮图呢可以放到上面去，这个就生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？我们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啊？然后我们点一下空白的地方，生成一个新的画布。这儿呢你可以生成任何的一个图啊，比方它这儿写的是 white T-shirt， 下边呢我们来生成一个 white T-shirt， 就是空白的 T 恤衫。你注意啊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输入法切到英文啊，中文状态下呢容易误操作啊，所以说呢我看一下 white T-shirt， 然后 Recraft。现在呢这儿有一个空白的 T 恤衫，那我们通过 image 生成一个图片。你注意啊，我这个图片呢尽量的就是一个质量图啊，所以说呢我这儿选一个别的，比方说 illustration 也好，或者是 vector art 也行啊，我们选一个 illustration， 我们找一个，比方就这个，我们还是 beautiful woman， 然后 Recraft， 这个不是一个，它还是个写实的啊，我们用这个吧 ，apply， 用这个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张图片，你注意啊，我可以往上拖，拖到哪个地方去呢？我就正好拖到这个衣服上去啊。你注意它整个这个就变了嘛。然后呢，你可以调整大小。大家看到了，我们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件 T 恤衫。这个 T 恤衫的话呢，其实我们是靠两个图像给它 mock up 出来的啊，所以说呢非常的棒啊。大家注意啊，当我们选中这个 frame， 然后你不断的 recraft 的时候呢，它会不断的生成以这个图像和白色的 T 恤衫生成遮罩的这么一个东西啊，所以说呢是非常实用的。这是我另外的生成了一个，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啊。另外创建 mockup 呢也可以在这儿创建，功能是一样的。比方说呢，我们也写一个 white cup， 这儿一个白色的杯子，它这儿现在有一个这个框啊。刚才我们是用一个空的嘛，这儿你可以直接来生成一个新的，那就是说我们直接点这个 Recraft 也是可以的，你不用往外拽啊，就直接生成就可以。现在这个图画就放到这个杯子上面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当然你可以调整这个大小啊，因为它整体的光泽什么的，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很多的设计师可能非常喜欢这样的功能。另外呢，其实你还是可以通过右侧看到一些别人的东西啊，别人的这个作品非常的漂亮，那你也可以把它拖过来，可以直接用在这个上面也是可以的啊。比方说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放到这个桌子上面、杯子上面，这个都行啊。那就是看你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东西啊。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试了啊。这里边的话，你注意。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叫 community， 就是我们社区啊，或者你比较喜欢的这个图像，你可以打标啊，还有你生成的这个历史，看到曾经做过哪些作品啊。另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功能啊，就是当我们选中一个图片之后，你注意上面也有一些，比方说局部选择啊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一块，然后去改一下啊。比方说呢，我们来试一个啊，让我从社区里面拿一张图片啊。比方这张有点慢啊，不用管它，这好像不是英语对吧？不用管它啊，我们现在呢可以用套索工具啊，然后可以套一个地方，然后呢我们可以这儿改啊，说girl woman in red hat 啊，就是红色帽子下的一个女孩啊，红色帽子没有出来，但是这个结果是有的，对吧？哎，非常的有意思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区域的边界，下边还有比方去除背景，
像这种东西的话，我们可能单独的工具都知道，但是把它集成在一起，可能你用起来就觉得非常好用，这个就去掉了，对吧？这个呢也是 Mockup 的一个功能。我们可以试一下啊，我把这个小鱼拖进来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往这上面去挪，它是不是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啊？来看一下啊，可以做成他身上的一个图案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东西啊。别的呢还有一些，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去演示了啊。那通过我刚才这些不太专业的演示，大家也能发现，这用起来的确是还是非常棒的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